车臣现任领导人卡德罗夫的大麻烦来了。据美联社报道，车臣部队的死敌，也就是前政权势力，目前正在集中进行相关的训练，之后将会作为志愿者参与到前线与俄军作战。在视频中可以看到，有蒙面军人正在操作战机，几名士兵将爆炸物挂载在无人机之上，利用无人机来袭击俄罗斯军队的头盔模型。这也是目前乌军在前线用的较多的一种袭击方式。训练的场地为基辅的南部区域，除了操控无人机袭击训练之外，还进行了射击以及各类团队配合的训练。而训练他们的教官则是车臣部队的顾问，以及作战经验比较丰富的乌克兰军人。有消息表示，这支部队很可能将被称作杜达耶夫营，因为这支部队此前就是车臣前政府军，他们对卡德罗夫十分敌视，所以这支部队对抗卡德罗夫的车臣部队的可能性很大。不得不说，这步棋走的真是妙极了。俄罗斯用车臣部队入侵乌克兰，乌克兰也用车臣部队抵御俄罗斯，堪称现实版的用魔法打败魔法。而对于这两方车臣部队而言，乌俄战争似乎也是个一决高下的完美时机。这两支车臣势力可谓是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。卡德罗夫的父亲正是死于这股车臣势力的袭击。而这支车臣部队效忠的车臣前领导人杜达耶夫，则是死于俄罗斯人的手下。卡德罗夫领导的车臣部队早就想消灭这支叛党余孽了，而乌方的车臣部队则是将卡德罗夫视为卖国者，并称其为普大帝最忠实的走狗。然而迫于人数太少，一直翻不起浪花。此次正好可以借助北约的各种武器和经济上的援助，一鼓作气，说不定能改变之前一直被围剿的境地。俄罗斯和车臣将其称为叛军，但在火力军眼中，他们口中这支所谓的叛军才是车臣正统。他们很多都是忠于已被炸死的车臣前总统杜达耶夫。俄罗斯曾数次血腥镇压车臣独立运动，都没有收到很大的成效。尤其第一次损失很大还失败了，第二次也是遭受了很大损失，才控制了格罗兹尼。但是杜达耶夫领导着车臣军民转入偏远地区继续抗战，哪怕杜达耶夫被炸死了，车臣反抗俄军的势头都没有降低多少。直到普大帝后来以夷制夷，转而支持原本在车臣不得志、被排挤出权力核心、原本属于少数派的卡德罗夫父亲的那一派。他们因为熟悉车臣风土人情和车臣地形，并且甘心做车监，在俄国皇军的支持下，靠出卖同胞才把原本杜达耶夫一派打得被迫逃出国外。然后卡德罗夫的父亲被刺杀了，普京继续扶持卡德罗夫。对于卡德罗夫而言，普大帝是帮助他控制车臣局势的老上司，而对普大帝来说，卡德罗夫是帮助他安抚遥远边陲的得力助手。在当上车臣领导人后的首次发言中，卡德罗夫声称自己是普京的一个步兵，在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都会听从普京的命令，并随时准备为他而死。然而谁能料到，在乌俄战争尚未结束之际，卡德罗夫却第一个动了跳车的心思。9月3日，卡德罗夫在社交媒体上暗示自己要辞职，随即引发舆论热议。还没等吃瓜群众反应过来，2天后他又改了口。9月5日，卡德罗夫声称各界军人目前都不能放假，他必须集中精力解决当下问题。这一正一反两个说法，不但没有消除大家的疑虑，反而让人更困惑，这卡德罗夫到底唱的是哪一出？但俄方高层人士却心知肚明，回应的相当谨慎。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，普大帝已经知道此事，接着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回应，卡德洛夫将继续领导车臣，暗示大家无事发生，该干嘛干嘛去。其实问题根源就是这场战争。在乌俄战争初期，车臣士兵也被派往乌克兰战场支援俄军。那时在格洛兹尼举行的出征仪式上，车臣士兵口号喊得地动山摇，一时间仿佛半兽人战士重现人间。相比之下，沉稳的乌克兰士兵从气势上就矮了一大截。但卡德洛夫忠心耿耿的出兵，不代表他就没有私心。特别是在乌俄战争打了7个月，还远远看不到尽头的情况下，卡德洛夫出现动摇也不奇怪。理论上讲，如果乌俄战争无期限拖下去，对卡德罗夫绝对是非常致命的。乌俄战争打到现在，唯一的不同便是乌克兰逐渐由守转攻，乌军开始在第聂伯河西岸持续进攻。随着冬季即将到来，俄军难以通过大浮桥的方式运输补给，
而乌军却可以通过海马斯等武器对俄军实施精准打击，到时候俄军面临的压力只会更大。因此，在目前这个拐点，双方的心态都发生了微妙变化。无论俄军能否取胜，只要还不能速战速决，卡德罗夫的境况只会越来越糟。北约是想通过消耗战来拖死俄罗斯，俄罗斯则是想通过能源战搞垮欧盟。两方僵持之下，卡德罗夫就成了受害者。车臣是俄罗斯联邦中相对特别的地区，在归顺俄罗斯之后，就一直受到普大帝的优待。俄罗斯政府每年给予大量经济援助，车臣地区的自主权很大。除了外交和驻军，卡德罗夫还拥有自己的2万人嫡系部队，这支部队受他和普大帝的指挥。乌俄战争一直拖，车臣士兵少一个算一个，都是自身实力的消耗。如果这支部队拼光了，那卡德罗夫真的沦为光杆司令了。说白了，卡德罗夫的最大作用就是帮助普京镇守车臣。一旦车臣部队在乌克兰战场耗光，那卡德罗夫也就失去了价值。在俄罗斯这样彪悍的地方，一个失去价值的边陲领袖自然不可能有什么好下场。因此，之前卡德罗夫就希望可以把车臣武装主力从乌克兰轮换回家。后来就有消息表示，普京要提拔他担任国民禁卫军中将级指挥官。这次为了试探普京的意思，卡德罗夫摆出了想要辞职休假的想法。而在前线上的俄军和乌东民兵，也已经有很多士兵对车臣武装不满，因为这些人工资高，装备好。一个车臣人的工资是其他俄军士兵的2至3倍以上，而且几乎不参加硬仗，大部分时间都只是充当监军角色。在4月底的时候，自布里亚特的蒙古军还和卡德罗夫的车臣兵爆发过冲突，而且造成死伤。原因是布里亚特蒙古人认为，这些车臣兵不但不用打仗，而且还直接当督战队，还把布里亚特兵搞的东西都给没收了。因此，对于卡德罗夫而言，目前面临的是内忧加外患，内部被战争的泥潭拖着看不到希望，外部车臣前政府军也加入战斗，共同打击卡德罗夫的嫡系部队。而仗打到现在的俄军也是强弩之末，至于后面会如何收场，火力军会持续关注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。你们认为这两方车臣势力何时会兵戎相向？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。我是火力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